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法国是美国的盟国，但法国有自己的利益，也有自己的方式方法。该报认为，马克龙的访华和舒尔茨的访华目的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例如，法国政府也坚持对中国敞开对话渠道，拒绝正面交锋的美国式作风。这个时机重要，就是大国竞争博弈，地缘政治危机现在很突出啊，中美竞争啊，这个俄乌冲突，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这两个角色，这两大力量，如果合作程度高，会有很重要的意义。然后对这个应对一些全球热点、一些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也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实际上，6号的会谈中，习近平与马克龙共同见证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的签署，双方将深化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传统合作，培育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合作增长点。包括共建碳中和中心、加强人才联合培养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5号在法国驻华使馆，马克龙对侨民和工作人员强调，在经济上，欧洲一定不能和中国分开，法国不可以让自己脱钩，把自己与中国分开来。法国一定要和中国积极持续地开展贸易关系。马克龙表示，中国现在每年生产的财富与欧盟所有国家总和一样多，是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承担了全球新的权力平衡，因此必须在中方数百年交往历史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当代意义上的对话。外界注意到，他这次的豪华访问团中就包括60多位跨国企业负责人，包括达能、法国电力公司、欧莱雅、威利雅、空中客车、地中海俱乐部、赛丰集团、欧诺集团和法国巴黎银行等近60家法资跨国企业。有随行法媒表示，每一家企业都希望与中国签署新的合同。中法经贸关系增长势头强劲，2022年两国货物贸易首次突破1000亿欧元大关，达1018亿欧元，同比增长14.6%。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本人也是法国制造的首席推销员。2019年，马克龙到上海参加进博会时，就曾现场为法国产品带货。而就在马克龙这次访华期间，中国商务部指导、天猫承办的法国电商周也掀起一股法式旋风。中国的这个市场超大规模市场对世界是有很大吸引力的，有些国家呢试图又把这种相互依赖变成这种武器化啊，这个肯定是马克龙这次来中国，他反对这种看法啊，他实际上是希望和中国能够在经济上走得更近一些。深圳卫视注意到，马克龙每次访华都会选择到一个北京以外的城市访问，这也是一种高规格的外交安排。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方面透露，马克龙此行将在7号到访广州。爱丽舍宫表示，马克龙选择广东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实际上，法国深度参与了广东的现代化进程。截至目前，广东与法国共有1对省级有成，4对市级有成。此外，有大量合作项目落地广东。位于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是中法合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项目，而空客中国创新中心与华为、腾讯等企业在5G、大数据等领域紧密合作，是协同创新的典范。2021年11月落成的深圳赛诺菲巴斯德国际疫苗创新中心，还是中国首个国际化的疫苗创新中心。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前面的一个地方中法在那儿的经济合作还是有很多取得了很多成果另外，广东我觉得这几年文化方面发展很快这可能也会成为今后中法合作的一个增长点。